Do you think you have a bad memory while you are learning English? For example, you always forget words after you've tried to memorize them very hard. Or maybe you can't remember words when you are talking to someone in English. I was like that before. Yes, was. But since then, I found some very useful tricks to improve my memory, and I keep implementing them. Then my productivity of learning English had boosted at least 5 times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I also found the fact that if you can use these tricks perfectly in your English learning process, then you can remember words like I did and use those words and grammar all you want in your real life. Even though you are just a normal person, you just have a normal human brain, you can get huge benefits from this. So let's imagine you could memorize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words, right? But you will forget them. Then you might be searching for some memory techniques. For example, the famous Ebbinghaus forgetting curve. If you don't know what forgetting curve is, I'm telling you. This is a curve that shows how information in our brain is lost over time if you don't retain it. So many learners of English are obsessed with this curve. I was one of them. I thought, yes, this is the secret of remembering words. If I can keep using this curve in my learning process, then I will never forget words anymore, or forget less. But what I'm going to tell you in this video is you shouldn't use this curve anymore from now on, because we've got better choices. I'll explain to you why, and I'll tell you what to do to improve our memory effectively according to brand new science research. Okay, so let's get started. Hey, 我是海明，这个频道主要是专注于英语学习的方方面面。如果不想错过任何有用的内容的话呢，记得点关注哦。今天这个视频主要分为3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我会向你介绍一些关于记忆的科学实验。第二部分我会向你介绍，在英语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才能记住我们学的英语。而且我还会跟你讲，为什么我们不要使用遗忘曲线来学习英语。这部分是这期视频的核心内容。而在第3部分呢，我为你翻译了一些英文资料。这些英文资料介绍了一些你可以马上使用起来的被科学证明过有效的提升记忆力的科学小技巧。第2部分跟第3部分可以配合起来完美使用，所以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哦。我们马上开始。首先，关于记忆的科学实验，我们就不得不提遗忘曲线。可能很多人在背单词的时候听说过这个曲线，其实这个理论是源自于1880几年的时候，一个叫做艾宾浩斯的科学家他所做的一个实验。他创造了2000多个完全没有意义的音节，就好像屏幕上显示的那些，然后他把这些音节随机排列成一些组合，他每次呢就挑其中一组出来记忆背诵。使用的背诵方法呢，就是按照一定的节奏大声的朗读出来，然后记录下他自己朗读了多少遍才记住那些内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刻意的把记忆的时间拉开来，最后经过了成百上千小时的练习，他惊讶的发现，原来我们的记忆系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我们的遗忘过程是遵循非常规整的一些规律。他把他的实验数据记录下来，然后后来呢，有人把他的这些数据绘制成了一张图表，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遗忘曲线。具体的实验细节呢，我就不讲了，但是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所使用的材料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或者说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单词吧。后来有人觉得他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没有意义，所以根本不能反映人的记忆规律。于是呢，后来有一个叫做巴拉德的科学家用诗歌做了同样的实验。他的实验方法是让受试者去学习一首诗歌，然后5分钟之后就马上进行测试，然后把成绩记录下来。之后过了2天，在完全没有任何复习的情况之下再次测试。如果按照遗忘曲线的规律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受试者测试的成绩应该是下降的，但是结果居然是他们的成绩平均反而提高了10%，也就是说测试的结果完全不符合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的规律。而且他们后来又做了成百上千次的实验，结果都是一样。他们那些记忆诗歌的水平呢，在第1天学习之后的几天里其实都是增长的，即使是完全没有复习的情况之下也是这样子。而遗忘呢，是平均是从第4天才开始的。后来别的科学家呢也做过很多相关的实验，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如果我们学习的那些材料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单词或者音节，那么我们记忆的能力就很差，符合遗忘曲线的定律。反过来，如果你学习的材料很有意义、很生动，比如说图片啊、动画啊，或者说跟你
本人的生活有密切关联的那些材料，那这个时候你大脑其实会在后台当中无意识的自动学习，也就是说你在最初的学习几天之内，你的记忆力其实是增强的。所以这些实验的结果呢，其实并不符合遗忘曲线的定律。之后呢，科学家就做了各种各样关于记忆的实验，然后得出的结果五花八门，总结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记忆理论模型，比如说按照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来分的，或者说按照储存强度还有提取强度来分的，还有各种各样很学术性的分类。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英语学习者来说呢，最重要的其实一点就是记忆它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系统，遗忘曲线这个模型太过简单，它没有办法解释一些现象。所以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就向你分享3个技巧，让你在学习英语的时候提升记忆力。第一个技巧就是有意义，我们所选择的学习材料对于我们来说越有意义越好。比如说你学习英语是为了出国旅游方便，那这个时候呢，你去选择那些比如说什么旅游口语速成啊，或者说什么900句旅游英语之类的教材，都比那些什么高级教材要好。比如说那些高级教材，什么名著啊、外刊啊、杂志那种，这些高级的素材呢，暂时对于你来说意义不是很大，那你记忆的时候的效果就会差很多。而如果你选择有意义的素材的话呢，你大脑就花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在那上面，记忆强度自然会更大。甚至你在学习完一份材料之后，你大脑都会在后台自动的无意识帮你学习。不仅如此，你在学习英语句子的时候，你还要想着这个句子将来我会在哪个场景当中使用出来，你要想着你在将来使用时的那个场景、那个画面，想象的那个画面越生动越完整，你记忆的强度就越大。其他的目标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喜欢阅读英文名著的话，那些就是你感兴趣的材料嘛，你的兴趣对于你来说也是一种意义。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技巧，选择有意义的素材，其他不相干的都排除掉。第二个技巧就是把单词划分成音节，把句子划分成意群。划分音节的意思呢，就是说把英语单词按照它的发音划分成一块一块，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呢，去吸收这些块，最后再合并起来理解。比如说屏幕上的这几个例子都是按照它们本身的发音来划分的，而划分意群呢也是一样的原理，就是把长句子按照意思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每个小块可以由任意一个单词组成，只要它们的内部是按照它们的意思结合在一起的就行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跟我们大脑的记忆方式有关系。我们要记忆的东西呢，它如果越有规律，然后数量越少，它就越容易被我们记住。拼读就是让我们记忆单词的时候呢，记忆点的数量减少，并且让单词变得更加有规律。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2个单词 nature 还有 future， 如果按照传统的记忆方式去记的话呢，那就是 nature Nature， 然后再加上它的发音还有它的意思，那一共有8个记忆点需要我们去记住。同样 future 的话也是8个，那这样加起来的话，我们就需要记忆16个记忆点。当然你可能说Ture 是一样的，好，那减去4个，其实还有12个记忆点。而如果按照拼读来分的话呢，我们只需要把每个单词划分成2个音节，也就是把 nature 变成 nature， 把 future 变成 future，再加上他们的发音还有意思，其实一共只有7个记忆点需要我们记忆，而且这些音节是跟发音有联系的，所以实际的记忆点比7个还要少。你想想，这只是2个简单的英语单词而已，如果拓展到整个英语学习，那我们需要记忆的数量将会大幅度的减少，我们大脑的压力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我不是说叫你去背这些单词，而是说你在听力、阅读还有跟读的过程当中，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单词。而意群的话呢，就是拓展到句子的层面嘛，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的。但是句子呢，它就是按照意思来划分的。只要你按照这2种方式去划分英语文本，然后吸收，最后再合并起来理解，你记忆英语的能力就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这就是第2个技巧，划分音节和意群。第3个技巧呢，就是使用多场景吸收相同的知识点。多场景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拿学习美剧来举例子吧，你认真学习完1集美剧之后呢，然后你马上学下一集，然后一直这样子去做，不要停，不需要复习，也不需要说按照遗忘曲线来设置复习的计划。你练习别的技能也是一样的道理了，你练习发音吧，然后你拿一份跟读的文本，你觉得练习的差不多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抛弃掉，然后再找下一份文本，
同样重复这个过程，一直这样不断的去积累足够的练习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帮助我们筛选材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知道哪些知识点更重要的。这里面的知识点呢，包括单词、语法还有发音。而如果我们使用多场景的方式来学习的话呢，高频常用的知识点出现的次数就会更多，我们就能更多的接触它们，更容易的记住它们。相反，那些不重要的知识点的话呢，它出现的次数就少嘛，最后我们接触到它们的次数就会更少，然后我们有可能会把它遗忘掉。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们不太重要嘛。这里最后再提醒一下，知识点指的是单词、语法还有发音。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一般过去时这个语法知识点，你在不断的遇到新场景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次这个语法知识点，就像图表当中所列出来的那个样子，每一个场景它都很不一样，但是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一般过去时。我给你一点时间看一下这张表格。在这种拉开时间的多场景的接触之下，我们对这个语法点就会非常的熟悉。你看这样的机制就非常的方便，不用人为的去筛选素材，我们只需要在开始的时候大概选一下素材就可以了。很多美剧又臭又长，其实就是提供了很多多场景的练习机会。所以你每次学习的时候呢，就投入很大的专注度，认真的学习完一集之后，果断的把它抛弃，然后转到下一集。而如果你使用遗忘曲线的话呢，那你在遇到一些可能不太重要的单词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呀，我要记住它，所以我要为它设置一些复习计划。但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单词其实是没用的。最后你记住了它，你也没用，因为你将来可能根本不会使用它，也不会遇到它。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做了很多无用功。如果到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遗忘曲线是什么的话呢，那你就不用管它。如果你知道的话呢，那我就建议你还是完全抛弃它吧，改为使用多场景学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种方法操作实在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把你所需要用到的资料全部下载下来，然后每次学习的时候认真学习，然后下一集不断的一集一集的不断的刷下去就 OK 了。这种操作方式非常的无脑，但是非常的有效。在这种无脑的操作之下呢，你的大脑就能省下很多的空间来专注于训练，专注于积累听力跟阅读。第3个原因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灵活运用的问题。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呢，不仅仅说要学习好每一份材料，更重要的是将来我们要在真实的场景当中把这些英语灵活的运用出来。所以我们所说的提升记忆力，其实是提升我们灵活运用的能力。你去听美剧，目的是为了以后在交流的时候能听懂对方说的是什么；你练习口语，目的是为了能够交流嘛。这些真实的场景跟你在学习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而要达到这种灵活运用的能力呢，我们就必须要积累足够多的使用线索。什么是使用线索呢？你看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比如说听美剧吧，其实你不仅仅是听懂它的意思，你还要听懂它的发音，比如说它的语速啊、语调啊、口音啊等等等等。其次还有周围所有的一切信息，我们都会一并吸收进我们大脑之中。比如说美剧当中的那些画面、人物的肢体动作、表情等等等等，还有那个时候你身边周围的那些物理环境，包括你学习时候的心情，还有已经存在在你大脑当中的已知概念，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会跟你所听的英语产生连接，然后储存在你的大脑之中。同时这些所有东西为你提供了一些实用的线索。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接触了很多不同场景的一般过去时，那你有可能在将来就能创造出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般过去时，就好像表格当中的最后一行一样。又或者说你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点餐英语，然后你下次去点餐的时候呢，你就能灵活的使用那些英语。如果场景太小的话呢，那你可能使用起来就不够灵活，只能死记硬背。除此之外呢，多场景的练习也符合间隔重复这个记忆的定律，也能增强我们的记忆。所以你要使用多场景的方法，而不要使用遗忘曲线这个方法。以上就是第2部分，我们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如何提升记忆力。接下来的第3部分呢，我为你翻译了一些英文的视频，这些视频介绍了一些被科学证明过的，你可以马上使用起来的提升记忆力的小技巧。我看了一下他们所引用的文章，非常的靠谱，所以我决定把它们翻译分享出来。我把几段视频拼凑在一起了，同时在播放视频的时候呢，我可能偶尔会暂停下来点评。我们马上开始吧。Whether it's losing your keys or trying to cram information into your head for an exam, sometimes we just need our brain to be less forgetful. So, using science, how can you improve your memory right now?
First things first, you should hit the gym. But sorry, meatheads, you can't skip cardio. MRI studies show that regular aerobic exercise like running improves performance on memory tasks. OK， 这里说的 aerobic exercise 就是有氧运动嘛，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平时跑步啊、游泳啊，或者说我们骑单车的时候骑得比较快，我们的心率会增加，然后我们平时在锻炼的时候呢，能够加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如果你想详细了解的话，你可以去网上查询一下。我们继续吧。By increasing the blood flow and volume in parts of the hippocampus. This is important as the hippocampus is a part of the brain that is critical for learning and memory, but it shrinks by 1 to 2% per year in late adulthood. So aerobic exercise can be a great way to fight age-related declines of our memory. After the gym and pre-studying, grab a good snack. After a meal, the increased glucose and insulin has shown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of new information. Glucose and insulin are also key to consolidation, the conversion of short-term to long-term memories, probably because the hippocampus we talked about earlier is enriched with insulin receptors. We said a good snack, but maybe try blueberries, as studies show participants given a blueberry supplement had a better ability to recall past events. Blueberries contain flavonoids that have been shown to protect neurons, enhance their function, and stimulate their regeneration. Make sure that you're keeping up with the group chat. Scientists link high-qualit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o better memory. OK， 关于这个 group chat， 也就是群聊，或者说你跟你朋友聊天的时候嘛，然后呢，我之后可能会建一些群组给大家交流，里面可能会分享一些资源之类的。如果你是之后看我这个视频的话，那可能已经有群组了，你可以在我的频道上了解一下。好，继续。A 2017 study found that adults aged 80 and up who reported more satisfying relationships in their old age had similar cognitive abilities to people in their 50s and 60s. Other research shows hanging out with people can protect against memory declines common in dementia. Scientists think that our friends create social pressure that makes us take care of ourselves, and they even do things as simple as tell you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go visit a doctor. Social interactions also present complex cognitive memory challenges that can stimulate your brain. Thank you, friends. Hug your friends today because they're increasing your memory. Study, sleep, study. In a French experiment, 2 groups were taught the Swahili translation for 16 French words over 2 sessions. Group 1 studied in the morning, then took a break, and studied again in the evening. But Group 2 studied in the evening, slept for the night, and then resumed studying in the morning. Though there was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between the 2 study sessions, the sleep group could recall 10 of the 16 words, while the no-sleep group could only get 7.5. Say it out loud. Test individuals were given a list of words where half were read silently and the other half were read out loud. When given a new list of words and asked to identify which ones they had already read previously, they were able to recall the words read out loud with significantly more frequency than those read silently. 好，关于最后一个 say it out loud 的话，也就是大声读出来嘛。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你去听了，你去阅读了，还没完事，你要跟读出来，然后用手机去记录一下你读出来的声音，然后去对比一下。所以说，这本来就是能够提升你的记忆力的。最后，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想要问的话呢，记得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给我。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呢，记得点关注，然后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吧。我们下次再见。